2026年，智能革命已经走进现实，全球40%的工作面临变革，中国有7000万岗位将被替代。那么你的工作还能挺多久？工业革命把农民赶进工厂，智能革命把白领赶出工位。眼前这场 AI 浪潮到底是淘金热还是淘汰赛？另外 ，AI 真的能救中国经济吗？网友说，体制内工作每天就办3件事：把尿喝白，把电充绿，把事儿办黄。直到有一天，人工智能诞生了，他负责智能，我负责人工。就算身在体制外，也能获得松弛感。可是 AI 发展太快了，所有桌面工作都能做，就连程序员也惨遭淘汰。好了，这下坏了，这下好了。26年1月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在达沃斯论坛警告说，全球约40%的岗位将被人工智能重新洗牌。26年2月，花旗研究发布报告估计，中国约有31%的岗位将被 AI 影响，其中大约7030万个岗位面临直接替代。事实上 ，AI 的现实影响已经发生。今年3月，高盛测算，美国就业市场在25年 AI 每月增强创造9000个岗位，而直接替代却高达2.5万个，算下来每月净消灭约1.6万个岗位。报告还提到，当下全球约有3亿岗位暴露在 AI 之下，而美国大约25%的工作市场正在实现自动化。不难发现 ，AI 替人干活只是幻想，替代人才是真实风险。这一切还得从 AI 产业的投资与估值说起。这波智能革命，英伟达可谓一骑绝尘，23年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，到25年7月便成为全球第一家市值突破4万亿的公司。同年10月继续涨破5万亿。另一个翘楚是 OpenAI，25年3月估值3000亿，26年3月已经达到了8520亿，一年翻了将近3倍，堪称跳跃式增长。26年，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和 Meta 4大科技巨头在 AI 和相关基建上的投入，预计将达到7000亿美元量级。这个规模超过史上任何一次科技基建，包括早期的云计算时代和90年代末的光纤热。AI 公司估值暴涨，风险投资趋之若鹜，可烧这么多钱要怎么赚回来呢？难道就靠 API 和会员费吗？不，这一次可能真的是人工与智能的革命。OpenAI 的投资人维诺德·科斯拉今年3月在财富杂志播客中说，美国 GDP 有15万亿是劳动力成本，而这15万亿大部分会消失。言下之意，美国 GDP 每年大约15万亿发工资，而随着 AI 失业潮来临，这15万亿随便撕开一个口子，都能让科技巨头赚得盆满钵满。显然，这场智能革命既是淘金热，也是淘汰赛。不同的是，资本家用 AI 淘金，而打工仔只能被 AI 淘汰。科斯拉警告说 ，AI 可以替代劳动力，但并不能带来消费，这将导致美国走向通缩。换句话说 ，GDP 数字会很漂亮，但大部分钱都将在科技巨头之间倒腾，无法通过工资进入家庭部门。一提起通缩，我心说这事儿咱熟啊。中国 GDP 屡创新高，但居民却没钱消费，可不就通缩上了吗？说来也奇怪，中国科技不一定领先，但版本从未落后。今日中国，明日世界，世界终将成为中国，而中国又自成一个世界。某种程度上，智能革命这波，中国已经赢了，甚至可以麻了。去，麻没？麻了，走起来。26年3月31日凌晨6点，甲骨文向全球员工发送裁员邮件，估计裁员规模高达2到3万人，约占全球员工总数18%。26年4月，彭博报道 ，Meta 将于5月20日裁员10%，大约7900人，同时取消6000个空缺岗位。微软则首次宣布为7%的美国员工提供自愿退休方案，人数约为8750人。科技巨头大规模裁员，多是为了抵消 AI 基建的投资。Meta 和微软两家预计年内投资都将超过1200亿。亚马逊2月也宣布一年内投资2000亿，而在过去6个月里，该公司已经裁员至少3万人。美国权威就业追踪机构挑战者公司 CGC 每月都会发布裁员报告。根据挑战者统计，26年前3个月，科技行业裁员人数为5.2万人，同比去年增长了40%。5.2万人啥概念呢？相当于开年3个月，每一天都要消失580个岗位。科技行业因为投资而裁员，其他行业也没闲着。挑战者的报告提到，自23年首次统计 AI 裁员以来，已经有9.9万份裁员公告提及人工智能，其中25年有5.48万份 AI 裁员公告，占比全年总裁员的5%。进入26年，这个比例开始加速，2月份 AI 裁员占比10%，3月份直接飙升到了25%。商业内幕报道显示，26年宣布裁员的大企业中，不仅包括 Meta、微软、亚马逊，还有耐克、派拉蒙和星巴克等传统企业。裁员理由大都是加快自动化进程，优化供应链布局，而裁员目标也多是技术部门。问题来了 ，AI 真的足以替代这些工作吗？还是这些公司故意压缩成本，
关于这件事，山姆·奥特曼给了个定义，叫 AI 洗白，意思是企业假借 AI 名义去裁掉本就要裁掉的人。比如 Meta 同期宣布关闭元宇宙平台，而这个失败的部门本身就有 1.5万名员工，这批裁员究竟有多少因为 AI， 目前根本无从证实。企业热衷 AI 裁员还有一种解读，就是宣布 AI 驱动裁员能够推高股价。比如 Block 宣布 AI 裁员40%，共计4000人，次日股价却上涨了22%。我们看，一方面 AI 还不具备替代能力，另一方面真实岗位又在消失，这说明无论真才还是假才， AI 替代人工这事儿已经普遍被社会所接受。那么为啥会发生大面积裁员呢？25年12月，哈佛商业评论调查了1006名全球高管，结果显示 AI 确实是部分裁员原因，但几乎完全是基于对 AI 的预期，而不是实际能力。26年2月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调查了全球约6000名高管，结果发现 90% 的企业表示，过去3年 AI 对就业和生产率几乎没有影响，但这些高管仍然相信未来3年 AI 会让生产率提高 1.4%， 产出提高 0.8%， 而就业则下降 0.7%。也就是说，眼下这次 AI 裁员潮都是基于 AI 的潜力而非能力。奇怪的是，即便 AI 能力青黄不接，人们依旧能感受到寒意。这种预期改变现实的情况，说明资本正在豪赌未来，而人类只能默默等着替代。不同的是，以往的科技革命先取代底层岗位，而智能革命先冲击中上层白领，尤其是写代码的程序员，亲手创造了革命，却意外革了自己的命。波士顿的亨德森研究院4月初发布报告，分析了美国1.65亿个岗位，1500个职业，结论是50%到55%的岗位将在未来2到3年内被重塑。重塑的意思是工作保留，但工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改变。另有10%到15%的岗位可能在5年内被彻底消灭，约合1500万到2500万个岗位。那么哪些工作岗位风险最大呢？26年3月5日 Anthropic 发布研究报告显示，人工智能覆盖最高的职业，首先是计算机程序员，覆盖率高达 75%， 其次是客服代表，覆盖率 70%， 数据录入员 67%， 市场营销专员 65%， 金融分析师 57%， 软件测试 52%。 另一头 AI 覆盖率最低的职业依次是地面维护 4%， 运输 12%， 农业 16%， 餐饮服务 17%， 建筑 17%， 还有个人护理 18%。Anthropic 发现 AI 暴露度高的职业，从业者通常可能是年龄较大、女性且受过良好教育、收入较高的人，而低暴露从业者则更可能是男性、年轻、收入较低的体力工作者。蓝领比白领安全，意味着 AI 最先冲击的恰恰是高收入群体，而这也是 AI 失业潮最危险的地方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试想 A 公司裁掉一批人，看起来降本增效，可是被裁的人没钱换车买房，也不订阅服务，那么 B 公司的营收就会下降。B 公司发现利润下降，也开始降本增效，裁员缩编，以此类推 ，C、D、E、F 公司接连大裁员，就会开启一个无休止的下行螺旋。换句话说，白领既是员工，也是消费主力，白领的消费就是蓝领的收入。一旦他们集体陷入失业潮，那全社会的劳动者都将陷入贫穷。斯坦福教授埃里克·布林约尔松曾在22年质疑说 ，AI 确实能提高生产效率，但问题在于效率红利只会流向 AI 科技公司，并不能转化为工人工资，结果很可能是效率在上涨，工资在下降，贫富差距将越拉越大。埃里克把这个趋势叫做图灵陷阱，因为他觉得让 AI 复制人类是个错误目标，而图灵测试让人类误入歧途。科学家艾伦·图灵在50年代发明了图灵测试，用来判断电脑是否具备人类智慧。当前的 AI 发展路线正是训练它不断学习人类智慧。正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人类扮演上帝创造 AI， 而 AI 又反过来取代人类，这就是图灵陷阱。不过损失最大的还是人类的徒弟。Anthropic 的报告中提到，最受 AI 冲击的是年轻群体，也就是22到25岁的职场小白。自22年底 ChatGPT 发布之后，年轻人在高暴露和低暴露职业中的就业率明显产生分化。和22年基准相比，高风险职业录用年轻人的概率平均下降了约 14%， 而25岁以上的老员工并未出现明显波动。这就意味着 AI 裁员潮到来的同时，初级岗位也在减少。其实不难理解，职场小白经验尚浅，而职场老人阅历丰富。以往工作中，老人负责智能，小白负责人工，可现在人工智能横空出世，直接倒反天罡，变成了他负责智能，咱负责人工。可不自然的地方在于，新人失业的情况下，又如何变成老人呢？难道非要逼着大家从小白变成老白吗？
Anthropic 的 CEO 达里奥认为，未来5年有一半白领将会失业。马斯克也曾预测，人类有20%的概率被 AI 毁灭。黄仁勋则反驳说，这帮人 CEO 当久了，已经产生了上帝情节。我一看，科技圈内部都吵成一团，可见这些受益者也不知道 AI 将会把人类带向何方。上世纪60年代 ，ATM 机问世，经济学家曾预测它会取代银行柜员。结果 ATM 普及后，美国柜员数量不仅没有暴跌，反而一度增长。因为 ATM 降低了网点成本，银行可以开设更多网点，总就业反而增加了。但麻省理工教授大卫·奥特提出，真正取代银行柜员的不是 ATM， 而是 iPhone。ATM 只是把存取款自动化，柜员和网点不受影响。直到智能手机出现，整个银行系统都被搬到了线上，不光柜员减少，就连网点也无关紧要了。同理，类比到智能革命 ，AI 取代单一工作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它颠覆整个系统。英国作家托马斯·莫尔曾在其著作《乌托邦》中讲了个羊吃人的故事。羊怎么会吃人呢？15世纪以后，英国羊毛出口和纺织业兴起，地主为了养羊赚钱，把农民赶出土地，开启了著名的圈地运动。到了18、19世纪，工业革命大力发展，圈地运动再次加速。积极来看，圈地运动摧毁了小农经济，使得农民成为自由劳动力，为早期工业革命提供了人才。实际上，大量农民流离失所，生活困顿，最终被迫涌入肮脏的都市和工厂。彼时英格兰人均寿命从43岁骤降到30岁，与其说他们是人才，不如说是工业革命的耗材。当年地主圈地叫农业改良，今天公司裁员叫结构优化。200年过去了，资本家玩的还是同一套把戏，总能把自身利益翻译成社会进步，把牺牲他人翻译成进步成本。其实在资本眼里， AI 和人类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生产资料，谁的效率高就用谁，谁的成本高就裁谁。经济学家罗伯特·艾伦研究发现，1800到1860年，英国劳动收入占比 GDP 一直在下降，最低时不足 50%， 同期资本收入占比 GDP 却一直在上升，从 20% 一路上升到 50%。更残酷的是，1800到1830年间，工人工资几乎零增长，1830年后工资才开始上涨，但仍然追不上人均产出。要知道，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年就开始了，直到1830年，工人工资才开始上涨。中间足足等了70年之久，这70年里，资本拿走了所有增长红利，而工人工资却纹丝不动。艾伦把这种现象叫做恩格斯暂停。如果按照平均寿命30岁来算的话，这次暂停碾过了整整2代人。眼下这场 AI 革命燃烧速度之快，范围之广，已经成了21世纪的圈地运动。教育、金融、医疗、软件，所有计算机互联网相关的桌面工作都成了它的圈地范围。更可怕的是，圈地运动持续了400-500年， AI 替代最多只要4-5年。所以真正的风险在于旧岗位消失太快，而新岗位还未到来。几年后生产率也许提高了，但工资啥时候提高呢？3-5年还是3-50年？而人活一世，又有几个3-5年和3-50年呢？这个时代可能也会产生大作家，写出新的乌托邦，讲一个 AI 吃人的故事。当然，历史总是由获利者写就的。几十年后的新人类读到的历史书大概是这样：AI 摧毁了小码农经济，促使大批牛马成为自由劳动力，为早期的智能革命提供了优质韭菜。事实上，从 ChatGPT 发布以来 ，AI 相关的数字经济已经产生了宏观意义。20年4月，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研究显示 ，AI 相关产品占美国进口比例在25年达到 23%， 自23年以来增长了 73%， 而非 AI 进口只增长了 3%。如果没有 AI 进口激增，25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可能会减少近2000亿美元。AI 商品爆炸式增长，普通商品明显走弱，说明美国当前的增长是一种 AI 暴涨加实体萎缩的繁荣。所谓 AI 繁荣，也主要是集中在芯片、服务器、数据中心和电力设备上的资本狂欢。美国 AI 是资本狂欢，中国又将如何呢？华旗集团2月份发布报告显示，25年 DeepSeek 横空出世后，阿里、腾讯等公司带领港股大涨，几乎复刻了 ChatGPT 发布后的美国市场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所谓三新经济在24年占 GDP 18%，而房地产宽口径贡献只剩 13.3%。这意味着楼市崩塌的损失在宏观上已经被新经济填平了。其实吧，统计局对三新经济的定义比较宽泛，三新经济里除了 AI 属于新产业以外，其余更像是统计口径重组。这就像把2线城市叫做新1线一样，主打个占新就算，其实还是2线。疫情之后，中国 GDP 连续3年增长 5% 或以上，但消费者信心指数自22年断崖式下跌后，至今仍未改善。这意味着宏观与微观之间存在严重脱节。花旗把这个现象称之为无就业增长。报告提到，过去10年，中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，大型制造业就业人数自14年见顶以来已经减少2290万。
14年到24年，城市就业净损耗累计已达5360万人，而且最近3年岗位消失速度明显加快。中国制造独步天下，贸易顺差举世无双，可就业岗位却在缩水，说明早在 AI 冲击之前，中国的失业潮就已经覆水难收了。如果 AI 再来一波，那可真是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啊！根据花旗估算，中国将有31%的岗位受 AI 冲击，其中21.4%面临间接竞争风险，比如研究员、司法工作者和 IT 工作者；另有9.6%面临直接替代风险，大约7030万个岗位，例如文员和金融服务人员。7000万啥概念呢？25年底，中国总就业7.25亿，相当于每10个人就有1个被替代。GDP 增长，失业率也增长，这就是无就业增长。可是没有就业就没有消费，没有消费，再先进的 AI 也救不了经济。更何况智能革命恰恰是白领的黄昏，而白领失业最先打击消费。这就好比吃转移支付的小县城，一旦带编制的婆罗门发不出工资，那整个县城的小商贩都得倒闭。从这个角度看， AI 在中国其实也是一场淘金热，但和美国资本淘金不同，中国淘金的是 GDP， 而淘汰的永远都是牛马。不过呢，凡事要往好处想，中国大模型落后，但咱失业率领先呀。年初财新报道，截止24年末，中国灵活就业规模约为2.4亿，占总就业人口30%，占城镇就业人口近一半。花旗担心的是，灵活就业中有750万网约车司机，再加上270万出租车司机，合计超过1000万人。现在 Robotaxi 跃跃欲试，一旦大规模落地，这1000万人也将面临技术性失业。问题来了，滴滴司机本就是失业蓄水池，中产失业刚刚逃进来，现在又要考虑逃出去，这一次又要逃去哪儿呢？为什么 AI 失业潮在中国格外凶险？要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得先明白什么是周期和循环。纽约时报华盛顿社长赫德里克·史密斯曾经讲过一个故事。1914年，福特汽车的老板亨利·福特突然宣布要把工人日薪翻倍，提高到5美元。消息一出，银行家和竞争对手无不幸灾乐祸，说这个疯子如此慷慨，肯定会付出代价。结果，福特利润不降反升，从1914年的3000万美元涨到了1916年的6000万美元，2年翻了1倍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福特后来写道，工人不仅是成本，同样也是顾客，挣得足够多的工人才能成为好顾客。经济学家把这个逻辑叫做良性增长循环，大概传导链条是工资提高，消费增加，企业扩张，就业增加，然后工资再提高，这样一圈圈循环下来，整个市场就能越来越繁荣。福特成功引得商界纷纷效仿。二战后，良性增长循环开始见效。1948到1973年，美国非农工人的生产力几乎翻番，平均时薪也涨了将近1倍。这段黄金时期创造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，也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年代。好景不长，到70年代晚期，良性循环开始急转直下。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分析显示，从1973到2011年，生产力增长了80%，平均工资却只增长了4.2%，时薪也只增长了10%。与此同时，公司利润却急剧增长。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，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达到194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，而工资和福利所占份额却跌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史密斯认为，美国的公司高管和政治领袖始终致力于裁员和离岸外包，眼里只有短期利润和巨额股息。正是这种短视行为扑灭了良性循环的动力。换句话说，工资停滞和财富过度集中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。事实上，自90年代以来，美国已经经历了3次失业型复苏，分别是1991年冷战后的经济衰退、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次贷危机。每次危机复苏后，企业利润都会率先反弹，而中产收入却长期停滞，哪怕到今天也没能恢复往日荣光。1914年，福特日薪5美元，放到今天大概是每天160多美元，按8小时算，时薪差不多20出头，刚好是纽约外卖骑手的水平，是不是很神奇？生产力狂飙100年，薪水还在原地打转。关于这一点，玻璃大王曾经有感而发，说我们要是加工资，破坏行业规矩怎么办？丢不丢人啊？丢不丢鸡？同行们会怎么看他？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？如今降本增效在中国也非常盛行，已经成了整个时代的商业逻辑。但中国的处境更加困难，因为美国只是良性循环被打破，而中国从未建立过良性循环。上期通缩螺旋我们提到，中国经济内需疲软，投资崩塌，唯独出口还能依赖。未来几年，中国想要走出通缩，只有提高收入，扩大内需。可不幸的是 ，AI 是历次技术革命里唯一一次只提高效率不提高需求的革命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所面临的 AI 浪潮是在需求不足之上再叠一层就业冲击，这就像灵活就业再失业一样，已经到了失无所失的地步。
在我看来 ，AI 更像是一次终极版的供给侧改革，一旦改革成功，直接干掉大部分需求。所以对中国经济来说，顶着通缩螺旋大练 AI， 纯属病入膏肓吃砒霜，赌的就是个以毒攻毒。为了扩展疆土，去夺自古百姓苦，一炮毒，一炮毒，一炮毒。前面提到，美国最受 AI 冲击的是职场小白，中国也不例外。花旗报告中对1800人进行调查，按年龄分层，20到29岁人群中，13.6%面临直接替代风险，26.4%面临间接竞争风险，两项合计超过40%。反观50到59岁人群，两项合计仅有21.7%，风险只有年轻人的一半。为啥年轻人更危险？因为中国社会代际差异巨大，父辈普遍无桌面工作，戴眼镜就算文化人。年轻一代学历更高，工作也更依赖电脑和网络。可学历越高，意味着离 AI 越近，刚出校门就得撞上技术迭代。德国就业研究所曾在12年发布一份调查，追踪超过80万人，时间跨度长达24年。结果发现，青年时期失业会留下职业初期创伤，职业生涯前8年的失业会显著增加未来16年的失业风险。平均来看，早期每多失业1天，壮年期就会多失业2天。更残酷的是，失业风险最高的那5%的人，早期每多失业1天，壮年期就会多失业6天半。也就是说，青年时期失业多了，以后就会变成家常便饭，而越容易失业的人，越会被早期失业反复伤害。那么为啥会出现失业创伤效应呢？原因有3个。第一，失业后会降低要求，接受不合适的工作，长期陷入更差的职业轨道。第二，职业早期是密集学习阶段，这段时间失业不仅损失关键技能，而且往后更没机会学。第三，雇主会把失业经历当成负面信号，简历上的空白期会变成能力不足、稳定性差的证据。不难发现，早期失业就像纹身一样，会伴随整个职业生涯。现在年轻人被迫和 AI 竞争，必然会造成创伤，最后影响整条人生轨迹。这才是 AI 失业潮最残酷的地方。23年6月，青年失业率创下21.3%的历史高位，随后分组调查失业率连续停发5个月。24年初，国家统计局改革调查方法，新口径中16到24岁失业率不再包含在校学生，25到59岁失业率也被拆成2部分，新增了25到29岁这个年龄段。统计局发出的理由是，中国教育水平不断提高，年轻人24岁毕业，25到29岁工作才能逐渐稳定。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为了美化数据，没想到 AI 替代一来，反而让25到29岁成了关键指标，因为这个年龄段刚好是职业初期，也最容易被 AI 替代。所以我在想，统计局这步棋没准是提前布局呢。如果是提前布局，显然又走在了世界前列。但是呢，责任还是全在美方，谁让他们研究 AI 替代年轻人，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过去3年，中国高校累计毕业了3559万人，青年失业率始终维持在16%上下的高位。26年马上到来的毕业季，还有1270万应届生，届时16到24岁失业率再破20%也不会太奇怪。其实最惨的还是00后，高失业率叠加 AI 浪潮，让他们一出校门就面临双重夹击。00后在疫情期间上了3年网课，毕业后找了3年工作，熬过3年又3年，结果 AI 替代又来了。大胆推测，接下来的3年，他们依然很难获得职业履历、行业信用、技能沉淀以及人脉和话语权。你以为你只是在过渡，其实这就是你的一生。年轻人刚站上人生起点，命运就如此坎坷。所以无论数据如何美化，他们内心的创伤永远都不会消失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智能革命能让明天更美好吗？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研究了美国的自动化浪潮，发现技术进步并不总是对社会有益，因为如果新技术替代岗位的速度快于创造岗位的速度，那么劳动需求就会受损，工人工资就会停滞。他在2019年发表论文，用美国43个行业70年的数据做分析，结论显示，1947到1987这40年，自动化每抢走0.48份工作，就会创造0.47份。但1987到2017年这30年，自动化每抢走0.7份工作，却只创造0.35份。也就是说，蛋糕确实做大了，但工人却越分越少。这意味着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发生了当代版的恩格斯暂停，只不过烈度比较温和。
24年，阿西莫格鲁针对 AI 革命进一步探讨宏观经济学。他认为，如果 AI 只是替代旧任务，却不能创造更多新任务，那么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将会继续扩大，工资上涨也会继续受限。简单说 ，AI 也许能提高生产率，但不一定能提高工资，因为很多岗位一旦自动化，任务价格就会下跌，岗位本身也会变得不值钱。我们想象中 AI 可以帮小白变大神，但现实是小白失去岗位后很可能被挤到工资更低的地方。阿西莫格鲁还提到，马马虎虎的自动化比聪明的自动化更危险，因为聪明的技术能把蛋糕做大，哪怕劳动份额下降，工人也能分到更多绝对量，但马虎的技术既替代工人又不能做大蛋糕，结果就是工人两头吃亏。自动客服就属于那种马虎自动化，不仅服务差，还能用来裁人。这就像现在的生成式 AI， 以前是10个人干10份活，现在是1个人抽10份盲盒。活好不好先放一边，裁人总是够用的。所以说 AI 未必能让明天更美好，但总是能让明天更适合裁员。AI 能不能救经济，光看技术肯定不够。真正的创新增长不只有技术创新，还有制度与政策的创新，而且后者往往会更难，因为技术决定生产，制度决定分配。阿西莫格鲁认为，美国工资长期停滞主要有2个原因。首先，美国税法补贴资本设备，同时征收工资税，相当于鼓励企业用机器替代人工。其次，科技巨头低人力、高估值，少数员工创造巨大市值，甚至整个硅谷的愿景都是彻底替代人类。以上2个问题，其实中国也一样，只是发生机制不同。美国是税法补贴资本，同时征收工资税；中国则是财政补贴新3样，同时让企业和个人承担社保成本。某种意义上，社保就像劳动使用税。美国科技巨头估值高，人力少；中国的科技企业干脆就是国家战略、产业基金和地方政府扶持的，跟普通工人压根儿没关系。中美虽然是 AI 2巨头，但2种制度却走向同一种结果，那就是技术红利总是绕过劳动者。不同的是，美国曾经建立过良性增长循环，而中国的增长模式更像是一次性的，投资、基建、出口、房地产新3样，一轮接一轮的往前推，但劳动者收入始终没能成为增长核心。所以，中国为啥没能建立良性循环呢？美国政治学家伊恩·布雷默在《自由市场的终结》一书中，将中国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。在这个体制中，政府会亲自下场做生意，通过国有公司垄断暴利行业，同时政府会挑选私营公司去主导某些特殊领域，最后财政和金融体系再把利润、信贷和资源导向所谓国家战略。布雷默认为，国家资本主义的最终动机并非经济增长最大化，而是政治权力最大化。老话说，既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。国家用低人权优势压榨工人，工人创造财富又全部流向国家，结果自然是产能过剩，消费不足，最后只能依赖出口维持增长。而这恰恰也是通缩螺旋的根源。说白了，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没法建立良性循环，反而很容易促成恶性循环。所以增长来自创新没错，但更重要的是繁荣来自契约。合理的契约应该遵循经济规律，而现代经济的底层规律就是消费。如果资本一味追逐利润，压榨劳工，最终只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。客观上说，资本一直都是吝啬短视的，而中国人也一直对资本有偏见。可好巧不巧，中国只学会了资本主义的短视与吝啬，却忽略了现代社会的契约。5月份，黄仁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，描绘了一个 AI 时代的就业市场。他说，人工智能让美国有机会重新建设电工、水管工、铁工、技术人员、建筑工人，这是你们的时代。AI 不仅创造了新的计算机产业，更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工业时代。现在很多乐观派接受了黄仁勋的观点，劝大家不要有 AI 焦虑，说 AI 不仅会替代岗位，还会创造新岗位。但问题是，新岗位还没创造，旧岗位就先被裁了。而且写 PPT 的白领不能马上变成电工，实习分析师也不能立刻去修服务器。另外，电工、水管工和建筑工人并不是新职业，而是老职业获得了新需求。很显然 AI 也许会创造就业，却无法解决个人困境。所以我认为，无论是 AI 还是机器人，只要是威胁工作的技术，我们都应该谨慎对待。因为工作不仅给人提供收入，也提供尊严和目的。至于不让躺平嘛，我觉得谁给弄躺下的，谁就负责给人扶起来。老话说叫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现在叫包的。斯坦福的埃里克·布林约尔松在今年3月说 ，AI 可以负责执行，但人类始终要定义问题和评估结果。所以人类要找到无法被自动化的瓶颈任务，当做自身的附加价值。具体策略有3：第一，善于利用 AI， 成为自身领域的行家。一般行家做的事儿都是校准规则的事儿，也是 AI 学习的材料，所以轻易不会被淘汰。
第二，增强自身专业优势，成为值得信任的人。信任是无法自动化的瓶颈任务，客户付钱也是基于信任。还有，想用 AI 自动搞定任务的人，往往也想自动搞定客户。反过来，用 AI 增强能力的人，反而更容易赢得信任。第三，建立不可量化的辨识度，成为专业做判断的人。AI 擅长处理显性知识，比如易于编码、方便建立规则的工作，而需要犯错和反馈积累的隐性知识，目前还复制不了。换句话说 ，AI 可以取代小白，但老白的案例足够多，判断足够准，所以暂时没法取代。这三个方向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让 AI 去做它擅长的事儿，而我们利用 AI 去做自己擅长的事儿。其实我觉得 AI 焦虑和 AI 乐观都没什么，属于个体的风险偏好不同。最可怕的是那种讲故事的，说 AI 成熟之后，人类就再也不用工作了，尽情的吃喝玩乐就行。怎么说呢？这种观点还是低估了人类文明的险恶。托马斯·莫尔在乌托邦里控诉圈地运动，说这是羊吃人。实际上，吃人的并不是羊，而是贪婪的经济制度。经济制度先制造流民，再用法律惩罚他们。完事儿还要说农民的土地太贫瘠，不懂得自己改造和升级。相同的剧本放到 AI 时代也一样，企业先用 AI 减少岗位，社会再要求失业者去提升自己。可问题是，人到底有没有义务必须提升自己，又有没有权利可以拒绝提升自己？简单说 ，AI 不会创造乌托邦，而且 AI 时代的困境要比此前更科学、更理性。这就像炒股一样，大机构都在搞量化，而小散户只能被量化。所以呢，我们反而不能太听话。很显然，人类虽然有了新技术，但面对的仍旧是老问题。中国人更是如此，无线电来过，没有实现通信自由；互联网来过，没有实现言论自由。到了 AI 时代，恐怕还得失去真相自由。所以，不管淘金还是淘汰，创造还是替代，我们始终不能掉以轻心，反而要打起精神，悲观思考，乐观对待。这也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如果一个社会用制度制造苦难，那苦难就会反过来制造历史。所以人生的答案既不是躺平，也不是奋斗，而是去发现，去创造。生活里常说以不变应万变，既然 AI 每天都在变，那未来唯一不变的就是跟它一起变。这个世上没有乌托邦，但能找到很多工具箱。拥有 AI 这个工具箱，人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，一个人也能变成一支队伍，武装自己，然后战斗。中国在这波革命里就没什么优势吗？我觉得还是有。25年考公人数首次超过研究生，说明体制内才是避风港。什么通缩失业潮、AI 失业潮、铁饭碗，通通不受潮。既然不受潮，自然不生锈。所以说，白领失业就失业吧，毕竟中国消费还得看铁领。你好，为啥我考公考不上？考不上？你用的啥模型啊 ？Cloud。我们用的都是兜包，都是 DeepSeek。你用 Cloud， 怪不得你考不上。你用 Cloud。你根本没有资格为人民服务。